药尘，你将我们召集于此，自己却一言不发，是又想像当年一样当帅首掌柜吗？这次我定不会让你如愿。我丹塔不仅代表丹塔本身，还需要对所有炼药师负责。不知星陨阁可有对魂殿的应对策略？多年来，炼药师一直是魂殿的主要攻击对象，他们苦于没有自保之力。待联盟一成，我们便以丹塔之名向炼药师们发起招揽，纳入联盟，加以庇护。倒是可行。敌人一致了，联盟可不能群龙无首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盟主之位了呢？青仙子是想毛遂自荐？哼，盟主要实力强横且声望足以服众之人，我不适合。火元老祖实力虽强，但脾气暴躁，难免会有意气用事之时，也并非盟主人选。所以说，最为合适的人选还是林大长老以及药尘。他们二人实力强横，同时在中州之上也有颇强的威望和号召力。哎，老夫年龄大了，若联盟要固守一隅，我还有些余力。但联盟显然是需要活力，我这老家伙来，迟早会搞得死气沉沉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只能麻烦药尘阁主来担此重任了。大家觉得呢？老夫同意。青仙子的建议不错，也就药尘这家伙让我顺眼。我也觉得药尘阁主不错。药尘阁主怕是推脱不掉了，还望好好担起这份责任。药尘，这回你休想继续当帅首掌柜。看来没办法躺平了。承蒙各位信赖，这盟主之位我便暂时管着，等后面有更合适的人选，我再交出来。各位前辈，既然已选出盟主，便该决定联盟之名了。哎，怎么也得起个响亮大气的，不如就叫浩然正气殿。这名字，我们的对手是魂殿，既然他们以魂为殿，那我们便压他们一头，以苍穹为辅，叫苍穹府吧。所谓苍穹为天，人、法、天、地，我们的联盟便称为天府，如何？天府联盟，不错，够磅礴大气。联盟已成，让我们为天府联盟干一杯！干！天府联盟，名字倒是霸气，可本殿很想知道，魂殿，这联盟能存在多久？本殿，你是魂殿殿主。或许称我为副殿主更好些，毕竟星陨阁还不值得殿主亲临。看来这位副殿主胆识不够，只敢请了虚影前来。对付你们，虚影足矣。难道你们以为所谓的天府联盟能威胁到我魂殿？你大费周章来此，就为了说废话？嘘，本殿此番前来，是为了你手中的驼神古地狱。父亲，交出驼蛇谷地狱，否则本殿一道意念传回，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父亲的忌日。小爷，冷静。古玉交给你们，只怕我父亲死得更快。想要古玉，就将我父亲带到我面前来，否则任何威胁，我都不会理会。为了古玉，你连你父亲的命都不要了？
我手中的古玉能感应到我父亲的生死，若我父亲在天一道上，我便敲碎一寸古玉；我父亲若殒命，我便让古玉粉身碎骨。好个心狠手辣的小子，这些手段竟对你没用。若是本体不敢现身的话，那便蠢了。你们别以为组建了联盟就能与我魂殿抗衡。丹塔、花宗、焚炎谷，就等着宗毁人亡吧！魂殿与魂族的杂碎，定会一个个杀过去。看来我们这一次联盟早就被魂殿所探听清楚，我们可能需要商量下后续的应对方法。能够让他们有几分忌惮，证明联盟是件好事。待联盟信息散播后，他们必定不会坐视不管。到时候，或许就需要联手对敌了。明日，星陨阁必会将结盟之事昭告天下。接下来，还请各位尽快在彼此势力间构建空间虫洞，以便互相支援。星陨阁、丹塔、花宗、焚炎谷4大势力宣称组建天府联盟的消息，令整个中州为之沸腾。为凝聚众人共抗魂殿，盟主药老亲力亲为向世人宣告联盟理念。伴随着联盟声势渐长，中州大小势力或是寻求庇护，或是共抗魂殿，纷纷加盟。在众人齐心协力、井然有序的运作下，天府联盟初具规模。除了情报堂传回发现2座魂殿分殿的消息外，他们依旧没有动静。焚炎谷那边倒是多次提过，想带队去将他们连根拔起。一旦开战，必将鱼死网破。如今时机尚未成熟，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待。若我预料不错，他们应该在等待9个月后的净莲妖火出世。净莲妖火出世，势必会吸引不少大陆顶尖强者参与争夺。我这1星斗圣势力，只怕还不够。听说薰儿那丫头在离开莽荒古域后，便开始闭关。她有神品血脉加持，估计出关后便能达到斗圣。若有她相助，也是一大助力。美杜莎身为7彩吞天蟒，只要有足够的能量，便能进入半圣。到时对你的帮助也不小。可我晋级所需能量极其恐怖，能满足条件的宝地少之又少。我倒是知道一处地方，此地说不定能助你进化，摇身蜕变为媲美远古天蛇存在的9彩吞天蟒。何地？九幽地冥蟒族的九幽黄泉。你要收服净莲妖火，这个地方你也必须去一趟。我也必须去。据古籍记载，净莲妖火1000年一出世，却至今无人能将其降服。可见你所要面对的，不只是大陆顶尖强者，还有净莲妖火本身。这是我花大代价弄来的一卷9品药方，名为9阴黄泉丹。丹内所蕴含的极阴之力，能削弱妖火，从而增加你的降服成功率。要炼制这9阴黄泉丹，缺不了黄泉血晶，而它仅存于9幽黄泉之中。趁魂殿有所动作前，我们抓紧时间，明日便动身。他还真敢和侯老怪比呀！萧炎可是药尘的弟子，此次丹会的冠军，想来是有些能耐的。
年纪轻轻的，即便是单会冠军，也不见得能赢过侯老怪。哼，药尘，今日我便拿你的好弟子开刀，你可瞧好了，炼丹可不兴你那投机取巧的歪门邪道。小丹塔的长老之位，对于结盟来说必不可缺。萧炎，你可得赢啊！比赛规则我也不再赘述。这小丹塔的满山药材，两位尽可自取。如此海量的药材贮藏，小丹塔简直就是另一方丹界。哼哼，没见过世面的小辈。两位准备好了，那便开始吧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你这老家伙靠谱啊！起火！小辈，好好学着点儿。这是，竟然有4种业火！竟然还能融合！这种东西，华而不实。好强的控火之力！竟和药尘学些华而不实的糟粕，不照规矩来，等着玩火自焚吧！快20年没见侯老怪亲力出手了。还记得当年他成功引来了8色丹雷，想必如今能够引来9色丹雷。9色丹雷，这种层次的比赛，药方至关重要。侯老怪可是连稀罕的9品药方也搜集到了几卷，竟有这么多9品药方！我以前炼制不出9品丹药，留给萧炎的9品药方也仅有2卷，还都是最低级的9品丹药，只怕凭他们派不上用场。火候到了！菩提子，萧炎是打算炼制菩提丹？就算将菩提丹炼到最高层，也难以取胜。萧炎这是……这么多药材，什么情况？这些药材的品质可不比咱们小丹塔的差。这药材
早已超过了炼菩提丹的数量。难道他不准备炼菩提丹？可这大多数药材和所炼菩提丹的效用相仿啊！他应该有他的想法。萧炎炼制的药材，并非我那2卷药方中的任意一种。希望是找到了其他药方，别是在胡来。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在这小丹塔中寸步未离，日夜与药风为伴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药尘，幸好你还活着，让我有了能打败你的机会。药尘，老夫今日定要击败你这位好弟子，让你看看何为炼药术正途。细节才是决定炼药成败的关键。其表，双倍药材，胃口太大，头重脚轻，真是败得一塌糊涂。应该能在3天内成功凝丹。若我没看错，他这次炼制的是研磨清玄丹，一旦炼制成功，定会引来9色丹雷。他这些年的炼药术提升了不少。萧炎倒是气定神闲，用双倍之多的药材炼药，这并非易事。这些天几次失手，估计现在才逐渐掌握平衡药力的法门。可哪怕投入的药材再多，菩提丹也无法突破至9品。他这……萧炎到底在干什么？怎么感受不到一点丹药波动？小辈故弄玄虚而已，可能是不想输得太难看。看来这次或擒或胜的几率很大。这些年来，能让老夫看不透的人少之又少。这个萧炎竟然……就是现在！什么药方晦涩难懂，什么灵魂炼药不够，通通都是借口。只要老夫出手，就没有炼不成的丹。想当初，自打药尘凭外力强行提升丹药品质，夺去了丹会冠军，丹塔成员们一个两个纷纷效仿，试图走捷径。炼药术的博大精深，岂是你们能用捷径推翻的？药方乃炼药之本，其明确的药材和墨宝，一旦确认便不能更改。越是还原药方，便越能体会其中美妙。此等按部就班所成之丹，才为好丹。看，9色丹雷，这次赢家看来非侯老怪莫属了。这一次是老夫胜了，那可未必。
蛇之力，对你可没好处。每株药材各有特性，唯有将之加以分类，仔细炼化，方能提炼出最为极致的药品，炼出品质最佳的丹药。这下子还真是有点不一样了。故弄玄虚。清玄丹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能耽搁下去了，结丹！龙明丹。以火凝物，丹藏于物，竟是凝物运丹之法。药老头，这也是你教他的？凝物运丹对控火能力及灵魂力量极为苛刻，即便是我，炼丹时也不敢使用这等手法。萧炎，他是无师自通。能有这般炼丹本事的人，我小丹塔也不超过5人呐。药尘这弟子不得了啊！竟然是黑魔雷，倒是多年未曾看见了。天妖魁，顶住！萧炎有1星斗圣初期实力，应付一道黑魔雷倒不会太难。萧炎要赢了，那岂不是？赢了又如何？我丹塔向来只有中立的规矩。是啊，中立才是丹塔的立身之本。塔归塔归，有塔才有归。若是连塔都没了，还谈什么归？那等恐怖的能量风暴都未伤他分毫，不愧是斗圣强者。那是什么？
行。有趣，这就是九品榜单吗？居然还模仿我的模样，以为这样就会放过你吗？这小子还真炼制成功了，就是不知道他炼的什么丹药。我也认不出来，只能感觉这药有着一丝菩提丹的味道，但药力要比菩提丹强上数倍。两位，请各自报一下所炼丹药吧。研磨清玄丹，9色丹雷8品丹药，若是火属性斗气的人吞服，将促使斗气变异，从而增幅战力。菩提大还丹，9品宝丹，在突破半圣的成功率上增加了2倍。2倍？怎么可能？我从没听说过这种药方。这丹药蕴含的能量竟如此恐怖。确如萧炎所言，这菩提大还丹的功效远胜于研磨清玄丹。我宣布，本场选拔的胜者是萧炎。谢灵大长老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小丹塔的长老了。不要命的家伙，炼个丹而已，竟然直接拿命碰黑魔雷，比老夫还拼。罢了罢了。老师，您和侯老怪说了什么？药尘，带我去寻个好弟子，再来和你较量较量。晚辈萧炎，拜见大长老，各位长老。欢迎萧炎成为小丹塔长老，二位落座吧。今日邀各位前来，是商讨丹塔是否要打破中立的规矩，与星陨阁联盟。星陨阁自药尘归来后实力大增。若有他们相助，那反抗魂殿，大可离开丹塔加入他们，别牵连其他人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先听听星陨阁怎么说吧。在下结论前，我有必要提醒诸位，这届丹会因魂殿从中作梗，导致不少炼药师无辜丧命。要不是萧炎力挽狂澜，只怕圣丹城已毁于魂殿之手。哼。我丹塔素来中立，从不偏袒任何势力，这可是丹塔成立至今的规矩。虽说我们与魂殿积怨已久，但规矩就是规矩，结盟就是坏规矩。是啊，丹塔代表的可是众多炼药师的立场，结盟与否还请诸位三思。魂殿对丹塔虎视眈眈，你们可知这些年来，在丹塔外有多少炼药师惨死魂殿之手？中州大陆炼药师万千，各有势力所属。你是想把他们的死都怪在我丹塔头上？丹塔作为炼药师心中圣地，本就有维护他们安全的义务。长老这番寒心话语若传出去，让那些视丹塔为圣地的炼药师作何感想？萧炎小友，话倒也不必说得如此绝对。丹塔这数百年，同样也靠中立规矩庇护了不少炼药师。那些没有得到庇护的呢？
初他们或许会忍耐，但日子久了，自然会发现丹塔不能给予他们任何庇护。到那时，谁还会将丹塔当作不可侵犯的圣地？一旦丹塔在炼药师心中失去了圣地的地位，那试问，丹塔与其他寻常势力又有何不同？一派胡言！诸位冷静。姚晨，你这弟子不仅炼药了得，言辞也这般犀利。年轻人性子骄狂，若有得罪的地方，还望各位见谅。他有骄狂的本事。投票吧，同意结盟的票数过半，便会通过提议。这也是小丹塔的规矩。我同意。魂殿搜集灵魂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导致炼药师人心惶惶。要不是担心开战损失太大，我早就想出手了。100年前，丹塔的塔主就已遭受过魂族卧底背刺，中立不过是我们遮掩实力不足的幌子。萧炎既有这等实力，我们大可放心结盟。我弃权。丹塔迟早毁在你们手里。哼！我也同意。7人赞成，1人反对，1人弃票。我宣布，丹塔将加入联盟。老师和我的这些付出，总算有回报了。这些年来，丹塔委曲求全，反而助长了魂殿的嚣张气焰。希望这次结盟能震慑他们。如果他们再不知收敛，那么丹塔只能和他们血拼到底了。大长老放心，若真到了血战之时，出手的必然不只是丹塔。结盟之事何时开始？3日之后，请大长老驾临星陨阁，到时星陨阁、焚烟谷、花宗、丹塔将会正式组建联盟。3日后，老夫会亲自前往星陨阁参加联盟仪式。这便是星陨阁吗？倒有些大宗派气势，比我想象的好。姚老头，你果然没死。上次我弟子送的药如何？药到病除。你这老小子收了个好弟子啊！拜见火云老前辈。萧炎，我当日说的话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我这小孙女儿对你可心悦得很呢。老祖，前辈说笑了。林老头，当初我求你一味药，你却拿中立规矩来搪塞老夫。如今你不在丹塔锄地，跑来凑这热闹。过往照顾不周，现今我丹塔已至，你想炼什么药，我大可叫人安排。我焚炎谷可不会对丹塔客气。当然，以后有用得着我焚炎谷的地方，丹塔尽管提。花宗没有派人前来。此前我和花宗有些误会，恐怕花宗不过晚了几步，你们就等得不耐烦了。
青仙子，大人有大量。还是药尘面子大，竟连青仙子也请动了。我可不是为他药尘而来。魂殿欺我花宗势单力薄，我也当以牙还牙。谁知道你到底为谁而来？哟，这不是玄一吗？你招待可真周全，一个都不落下。诸位前辈，人已到齐，不如移步议事殿商谈联盟之事。承蒙各位赏脸，亲临我星陨阁，共议联盟之事。丑话说在前头，大家都各据一方，我行我素惯了，突然结盟，别闹得面服心不服。联盟并无高低上下之分，各方平等，大家都无权插手对方宗门之事。这些年，魂殿对我们多次出手，使得丹塔折损众多炼药师，花宗遭天明宗压制，火云老祖身陷旧疾，隐居山林，而我星陨阁也险些被魂殿撺掇的冥河盟摧毁。此番联盟，只是想让我们几方势力能够达成攻守同盟。一方有难，各方支援。句句在理，我服气。文彦谷自当加入联盟。药尘，你将我们召集于此，自己却一言不发，是又想像当年一样当甩手掌柜吗？这次我定不会让你如愿。我丹塔不仅代表丹塔本身，还需要对所有炼药师负责。不知星陨阁可有对魂殿的应对策略？多年来，炼药师一直是魂殿的主要攻击对象，他们苦于没有自保之力。待联盟一成，我们便以丹塔之名向炼药师们发起招揽，纳入联盟，加以庇护。倒是可行。敌人一致了，联盟可不能群龙无首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盟主之位了呢？青仙子是想毛遂自荐？哼，盟主要实力强横且声望足以服众之人，我不适合。火元老祖实力虽强，但脾气暴躁，难免会有意气用事之事，也并非盟主人选。所以说，最为合适的人选还是林大长老以及药尘。他们二人实力强横，同时在中州之上也有颇强的威望和号召力。哎，老夫年龄大了，若联盟要固守一隅，我还有些余力。但联盟显然是需要活力，我这老家伙来，迟早会搞得死气沉沉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只能麻烦药尘阁主来担此重任了。大家觉得呢？老夫同意。青仙子的建议不错，也就药尘这家伙让我顺眼。我也觉得药尘阁主不错。药尘阁主怕是推脱不掉了，还望好好担起这份责任。药尘，这回你休想继续当甩手掌柜。看来没办法躺平了。承蒙各位示来，这盟主之位我便暂时管着，等后面有更合适的人选，我再交出来。各位前辈，既然已选出盟主，便该决定联盟之名了。哎，怎么也得起个响亮大气的，不如就叫浩然正气殿。这名字，我们的对手是魂殿，既然他们以魂为殿，那我们便压他们一头，以苍穹为府，叫苍穹府吧。所谓苍穹为天，人、法、天、地，我们的联盟便称为天府，如何？天府联盟，不错，够磅礴大气。联盟已成，让我们为天府联盟干一杯！干！
天府联盟，名字倒是霸气，可本殿很想知道，魂殿，这联盟能存在多久？本殿，你是魂殿殿主。或许称我为副殿主更好些，毕竟星陨阁还不值得殿主亲临。看来这位副殿主胆识不够，只敢遣了虚影前来。对付你们，虚影足矣。难道你们以为所谓的天府联盟能威胁到我魂殿？你大费周章来此，就为了说废话？嘘，本殿此番前来，是为了你手中的驼蛇骨地狱。父亲。交出驼蛇谷地狱，否则本殿一道意念传回，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父亲的忌日。小莲，冷静。古玉交给你们。只怕我父亲死得更快。想要古玉，就将我父亲带到我面前来，否则任何威胁，我都不会理会。为了古玉，你连你父亲的命都不要了？我手中的古玉能感应到我父亲的生死，若我父亲再添一道伤，我便敲碎一寸古玉。我父亲若殒命，我便让古玉粉身碎骨。个心狠手辣的小子，这些手段竟对你没用。若是本体不敢现身的话，那便蠢了。你们别以为组建了联盟就能与我魂殿抗衡。丹塔、花宗、焚炎谷，就等着宗毁人亡吧。魂殿与魂族的杂碎，定会一个个杀过去。看来我们这一次联盟早就被魂殿所探听清楚，我们可能需要商量下后续的应对方法。能够让他们有几分忌惮，证明联盟是件好事。待联盟信息散播后，他们必定不会坐视不管，到时候或许就需要联手对敌了。明日星陨阁必会将结盟之事昭告天下，接下来还请各位尽快在彼此势力间构建空间虫洞，以便互相支援。星陨阁、丹塔、花宗、焚炎谷四大势力宣称组建天府联盟的消息，令整个中州为之沸腾。为凝聚众人共抗魂殿，盟主药老亲力亲为，向世人宣告联盟理念。伴随着联盟声势渐长，中州大小势力或是寻求庇护，或是共抗魂殿，纷纷加盟。在众人齐心协力、井然有序的运作下，天府联盟初具规模。除了情报堂传回发现2座魂殿分殿的消息外，他们依旧没有动静。焚炎谷那边倒是多次提过，想带队去将他们连根拔起。一旦开战，必将鱼死网破。如今时机尚未成熟，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待。若我预料不错，他们应该在等待9个月后的净莲妖火出世。净莲妖火出世，势必会吸引不少大陆顶尖强者参与争夺。或者一星斗圣势力，只怕还不够。听说薰儿那丫头在离开莽荒古域后便开始闭关，她有神品血脉加持，估计出关后便能达到斗圣。若有她相助，也是一大助力。美杜莎身为7彩吞天蟒，只要有足够的能量，便能进入半圣，到时对你的帮助也不小。可我晋级所需能量极其恐怖。能满足条件的宝地少之又少。我倒是知道一处地方，此地说不定能助你进化，摇身蜕变为媲美远古天蛇存在的9彩吞天蟒。何地？
九幽地冥蟒族的九幽黄泉。你要收服净莲妖火，这个地方你也必须去一趟。我也必须去。据古籍记载，净莲妖火1000年一出世，却至今无人能将其降服。可见你所要面对的，不只是大陆顶尖强者，还有净莲妖火本身。这是我花大代价弄来的一卷9品药方，名为九阴黄泉丹。丹内所蕴含的极阴之力，能削弱妖火，从而增加你的降服成功率。要炼制这九阴黄泉丹，缺不了黄泉血精，而它仅存于九幽黄泉之中。趁魂殿有所动作前，我们抓紧时间，明日便动身。